别再叫我老板、老师、小姐、美女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叫同志。别笑，这不是段子，是正经的人民日报发文号召。是的，2025年7月，中国党媒突然发出一声号召，要全社会重新拾起同志这一称谓，并冠以社会风气回归淳朴的高帽。这篇文章不仅登上微博热搜，阅读量超6200万，还引爆了全网最真实的情绪：愤怒、嘲讽、不安。说句实话，这就是时代倒退的信号。一位社交平台的网友这样说：在那个同志满街走的年代，中国确实很淳朴，但也确实很穷、很封闭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根本没有选择。同志这个词并不是天然带有温度的，它最初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，是为了打破贵族化、消除封建称谓的阶层痕迹。毛泽东时代，全国人民都得用这个词，国家主席和扫地工人见面，一律得互称同志。但你知道吗？在那个时代，说错一句话就能进牛棚，说错一个称谓更可能让你反革命罪名加深。一个词就是一套意识形态的抓手。人民日报现在重提这个词，不只是怀旧，而是给现实社会套上一张统一的脸，用同志取代一切称谓，背后是消灭个体差异、强化集体主义的企图。从老师、老板、先生、美女到同志的跃迁，是从市场社会的多样性回到意识形态社会的单一性。你能感受到那种含义了吗？人民日报批评的不是小姐、美女的庸俗，而是这些称谓承载了市场社会的自由互动。一个老板，即便是摆摊的，也有种主人翁的自豪感；一个老师，即便是主持婚礼的，也让人觉得被尊重。这些称谓背后是个体身份的多样化。而同志一词则只强调一个维度，你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，你是谁不重要，你只是集体中的一员。这种语言的整齐划一，让人想起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每一个细节：单位分房，用粮票买菜，上班带红袖章，跳中字舞，夜晚广播里放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。你以为这只是改个称呼？错，语言一变，思维方式也跟着变。而一个不再尊重个体、不再允许差异的社会，最终会压垮所有人。看看最近几个月的社会风向，你会发现，同志并不是第一个被复活的老物件。2025年6月，北京市多个城区开始全面推广文明值系统，借用 AI 人脸识别系统评估市民行为积分，和当年的社会信用评分异曲同工。2025年5月，国家发改委发文，高收入人群海外资产需全口径申报，这意味着你在加拿大买的房、日本开的账户、香港的保险都要报备。2025年4月，媒体大幅宣传黄金购买超10万元需登记，民间哗然，怎么感觉像是准备共赴国难了？同志回归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。正如一个脱北者所说，从语言开始，社会就会慢慢失去个体，失去自由。过去的同志时代有多苦？人民日报念念不忘的那个民风淳朴的年代是什么样子？让我们看看最真实的历史数据。1978年，中国人均 GDP 仅156美元，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中排名倒数。那一年，美国是1万美元，日本是7000美元，而我们大部分人都穿着补丁衣，吃饭靠粮票。1980年代初，全国城市居民月均工资不足50元，农民更少，仅为20元上下。你想买点肉、买个糖果，都得攒半个月工资。医疗制度刚开始起步，婴儿死亡率高达3-7千分号，城市小学辍学率高达12%，农村更严重。那是一个用同志互称的年代，但那更是一个人均贫困、信息封闭、没有出路的年代。人民日报让你怀念那个年头，可你是否愿意
回去那个1月吃不上一次肉的日子。虽然官媒强力号召，但网络上的反弹也是真实的。社交媒体上，简体中文用户热评如潮，连称呼都要统一，下一步是不是连笑声都得标准化？那个同志遍地的年代，是不是也要连带一起回来？粮票、邮票、路条都安排上。甚至有网友直接喊话人民日报要回归同志，先从你们编辑部开始，别再叫总编了，叫老王同志。这是网友们用幽默最后的反抗。人民日报把同志从历史堆里翻出来，不是为了怀旧，而是要你重新站队。站哪一边？站在国家统一意识形态的那一边，站在去除个体差异、消解自由称谓的那一边。而真正受伤的是所有还想在这个社会中保持自己身份、个性甚至边界的人。中国的 LGBTQ+ 群体这些年早就习惯了自嘲式的称彼此同志，本是为了寻找一点身份认同的温度。当全世界都用异样眼光看我们的时候，同志2个字是我们之间最温柔的暗号。北京某高校一名同性恋研究生曾在社交平台这样说，但现在连这个词也被收编了。人民日报大喇喇地写，同志一词源远流长，体现的是人人平等的美德，是道德回归、风气回升的象征。一句话把同志重新贴上政治正统的标签，等于公然抢夺了 LGBTQ+ 社群最后一块象征意义的阵地。这是否是在剥夺性少数族群赖以维持身份边界的语言缓冲？更残酷的是，在官方定义之外的同志从此不再合法。你想低调自称同志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同志是意识形态专属名词，不得滥用，不得恶搞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同志原本用来躲避污名的功能正式失效了。而同志文化也有可能从此被剥夺其正当性，被打回非法言语。这不是小事，是语言战争里最彻底的掠夺。从同志到路条，你熟悉的一切都可能正在归零。不是危言耸听，同志只是一串信号中的一环，一环扣一环的，正在把中国社会重新拉回一套你以为已经消失的体制。购金需报备，2025年6月，官方突然要求单笔购买黄金10万元以上，必须登记姓名与用途。央行没说原因，但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财产自由已非理所当然。海外收入全口径征税，2025年5月，税务总局发布试点政策，对居民个人在海外的所有收入进行全口径统计和申报，禁止中产家庭海外避险配置，限制出境名单扩容。据财新报道，2025年上半年因经济纠纷限制出境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，超过12万人，包含企业法人、民企高管、地方公务员。这些政策的出现和同志一词的复活，表面看是无关的，但背后的本质都一样，以国家统一的名义侵蚀你作为个体的每一层自由，不许你自由迁徙，不许你资产转移，不许你称呼随意。现在连你怎么喊别人，别人怎么称呼你，也要规训起来了。语言是开始，接下来可能就是身份分级了。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，在单位，你不再能叫主管、经理或者组长，你只能说某某同志；在学校，老师不再是老师，是王同志；在法院，你也不是法官大人，你只能说李同志。一切都在标准化，一切都在规训化。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语言的统一，身份的划分，管理方式的简化，一切都将去人性，只剩身份与级别。曾经你是朱老师，别人还会在称呼里保留几分敬意。现在你是朱同志，你的个性，你曾经在这个社会打拼过的痕迹，全部被清零了。人民日报说的同志是一视同仁，是人人平等。可惜中国社会从来不是人人平等，就连人民代表大会
代表的是谁都不清楚。为什么是现在？语言收编是另一场生存测验的前奏。为什么2025年会突然开始重新定义同志？你看下面这组数据就明白了。据中金公司2025年6月报告，中国居民储蓄率已从疫情期间高点40%跌至27%以下，但居民消费并未明显回升，说明存款被迫支出，钱袋越来越瘪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官方口径是5.2%，但多个社会机构估算真实失业率可能高达12%以上。同期，青年人灵活就业比例突破45%，即超过一半的年轻人连社保都没有，勉强维持生存。你以为人民日报闲得发神经？不是，是他们看到了人心的浮动，看到了民间的不安，看到了年轻人不再买账，看到了中产家庭在疯狂移民，甚至连公务员都在逃逸式辞职。这是一次统一口径的紧急行动，是一次生存测验的开场铃。不是你能不能接受同志这2个字的问题，而是你是否愿意从今往后所有的一切都变成规范化的问题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当同志成为主流，个体就不再重要。人民日报说，称呼中的真情实感值得追求颂扬。我想说，真情不是统一出来的，尊重也不是用词换来的。如果你不能选择怎么被别人称呼，你也很快不能选择怎么生活。从叫同志开始，你会发现，不敢买黄金，不敢发朋友圈，不敢开口骂政策，不敢说我不同意，最后你甚至不敢做自己。那个一声同志叫遍全社会的旧时代回来了，而中国人是不是也该重新学会如何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默默生存？或者你想反抗，那我只能告诉你，同志，你冷静一点。